欢迎光临杂学咖啡馆，我是时间话题分享人 S。2011年3月11日，在日本的东北，9级地震和高达15米的海啸袭击了福岛第一核电站。海啸时，包括应急柴油发电机在内的几乎所有供电设施都因海水入侵而损坏，最终导致发电站全面停电。因为停电，无法向原子炉注入冷却水，内部的核燃料产生大量的衰变热，最终导致多台机组发生了炉心熔毁，由此产生的大量氢气还发生了爆炸。这次事故在国际核事件分级表 INES 中被分类为最严重的7级，堆芯内所有核燃料都已熔毁。为了防止核燃料过热，在之后的作业中，必须持续的向原子炉和使用过的燃料池注入冷却水。然而，由于核燃料的熔毁和格栅容器的破裂，大量放射性物质从核燃料泄漏到冷却水中，使本来可回收利用的冷却水变成了核污染水。持续的冷却需要持续的注水，再加上地下水和雨水的混入，这些无法随意排放的核污染水越来越多，每一天都会新产生大约140吨。为了储存这些核污染水，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内陆续建立了大约1000个大型储水罐。截至目前，储水罐上限137万立方米的储量，已经使用了 98%， 储水总量超过134万立方米。这些水经过处理后存在储罐内，每一天都在持续增加。由于储罐的容量有限，东京电力公司经过多年的研究，最终决定选用处理后排入大海的方案。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在今年的7月4日提交的一份报告书中，评估认为福岛核电站处理水的排放计划符合安全标准。7月7日，核能监管委员会发给东京电力一个相当于合格的评估证书，认证了排放设施的安全性。至此，排放计划的所有必要的条件都已准备就绪。所以整理一下就是，在客观上，核污染水每天都在增加，而存储的空间又即将饱和，不及时采取措施，将会变成无法收拾的状态。另一方面，将处理后的废水排入大海的计划，在手续和流程上已经得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日本政府的同意，排放的安全性也从科学的角度得到了 IAEA 的确认。那么问题是，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尽管按照东京电力的说辞，处理后的核废水除了氚元素之外，几乎已经滤掉了所有放射性的物质，而氚元素本身就存在于自然界，并且作为放射性元素，只要含量不高，对人体的危害也是极小的。经过稀释到安全标准后排入大海，还会进一步被大幅稀释，在理论上似乎也对人类的安全影响不大，但毕竟源头来自于核电站原子炉的核废水，而且整个过程要持续几十年，东电能否不出任何纰漏的完成排放前的处理工作，以及排放对于当地民众和周边国家在心理上的接受程度，都是莫大的考验。按日本政府最初的计划是今年的春天或夏天，转眼已经进入8月，虽然已经开始了一些前期的测试工作，但正式的排放时间仍然没有公开。日前，有日本政坛的重量级人物表示，排放应该避免在8月海滨游泳季进行。虽然安全性可以保证，但是让人们了解这件事，需要时间来彻底宣传。福岛核盐城是为了振兴经济，希望吸收更多的游客，希望排放至少不要影响今年的游泳季，并且已经向政府提出了要求。另一方面，福岛的渔业相关人士也表示，每年的9月是沿海开始拖网捕鱼的季节，如果在捕鱼季排放，一定会影响销路，所有相关人员的生活都会受到影响，希望至少可以拖到9月以后。类似的呼声在日本国内层出不穷，在周边的国家也受到了强烈的抵制。在中国、韩国等周边国家的媒体中，宣扬处理水危险性的文章或新闻在大量出现，浏览量也在迅速增加，抗议情绪在急速的扩散。所以在实际操作环节，核处理水的排放不可能因为满足了国际机构的安全标准就立刻开始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。在处理水现有存储空间越来越少的现状下，留给日本政府的时间也越来越少。至于后续如何，我们只能拭目以待。最后再补充一点，东京电力有一个处理水的信息网站，里面包括福岛和处理水的所有相关信息和检测数值，并且有提供中、韩、英等多个语言版本，我会放到视频说明里作为参考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欢迎点赞关注这个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